夫君有个厌弃至极的小妾，他敬重我这个正妻一宠心得的家人，唯独对他冷落苛待，动辄打骂关禁闭。我对这位家中落罪的孤女心怀怜悯，便事事庇护照，却没想到在我难产死后，夫君立马将她提为新妻，把我的嫁妆尽数送给她。这才得知，原来萧少卿冷落她，苛待她，并不是不爱她，而是因为深爱，所以才用杖严法保护着她。我气急终生，这次倒要看看没有我伸出援手，吃尽苦头的所谓真爱，到底经得起几分考验。我一睁眼就看到夫君萧少卿亲密地握着我的手，在我耳畔说着深情而又薄情的话，躺下跪着。一位身着素衣的女子低着头，正双手高捧茶盏等落。结果我对此反应过来，我重生了。重生在成婚后的第二天，此时小妾柳如烟正在给我敬妾试茶。前世毫无防备的我禁止结果，却不想茶水滚烫烫的我没接稳，茶盏碎了一地。柳如烟吓得连连磕头，洒落的茶水沾染到发丝上，又混着泪水一同滴下。这番梨花带雨的可怜模样，很是让人心疼。而我却在萧少卿的衣生生烫到哪里了？疼不疼？让我吹吹就不疼了，中乱了心神。一个被夫君娇红着捧在手心，一个跪在地上，泪水连连，如此鲜明对比，让旁人误以为是我故意摔了茶盏。自此，我便有了擅妒争宠苛待妾室的坏名声。可我当时却沉溺于萧少卿的偏爱中，无心争辩，只顾着暗自欣喜，自以为遇到了真心爱中我的良人，全然没发现他眼中满满的心疼，并不是为我思及此，那滚烫的触感仿佛还停留在指尖。我缩回被萧少卿握住的手，取了袖帕搭在膝上，望向堂中看似烟若无害的柳如烟，这茶太烫，等凉了我再喝吧。我不接过它，便要一直举着。柳如烟没想到被我看穿，闻言下意识地抬起头，见我似笑非笑，又急忙把视线投向萧少卿，还顺便偷偷替换了捧茶的手指。估摸着强人手中的热茶已经到了极点，被家人求助的萧少卿清了清嗓子，可既然烫，那就换了一盏再来敬。我伸手指住刚欲上前的下人，夫君圣上畅行节俭侯府，家大业大，支出也多，更要节约俭削，一盏茶浪费了总归不好，等凉了再喝也不迟。说完，我直接闭上双眼，不再理会表情僵住的二人，任由身后婢女给我捏肩，满是寂静。既然前世说我擅妒争宠，苛待妾室，若我不将此坐实，总觉得亏得慌。过了一会儿，感觉肩上的力道有所变化，应该是换成了萧少卿侯爷亲自为夫人捏肩端的如此深情模样。若不是前世我死后灵魂游荡，恐怕还一直以为他爱我入骨。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我缓缓睁开双眼，此时的柳如烟已煎熬的潸然欲泣，胳膊止不住的发颤，震得碗盖叮叮作响。我方才肯伸手接过溥仪放到唇边，皱紧眉头，这茶凉了，他的胳膊才刚落下。听到这句话，盈在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滑了下来。心疼的萧少卿坐立难安，催促下人快赶紧换一盏，等他又奉上一盏温度适宜的茶，我才肯入口。敬完茶，就轮到我送见面礼了。众人只见我摆弄衣袖，从澄澈无瑕的翡翠镯上划过，理了理堆满钗环的云鬓，抚过分量十足的赤金簪子，紧接着手指落到璀璨夺目的红宝石耳坠上，可也并没做任何停留，反而招手示意换了婢女，俯下身取了它。而上一副普普通通的珍珠耳，当在命婢女递给柳如烟，主母赏赐，不得不受她慢腾腾的伸手接过一旁的萧少卿，脸色也有些难看。芸娘，这未免有点寒酸，传出去怕失了太傅府的体面。看着假意替我考虑，实则为娇妾争取的萧少卿，我眨巴了眨巴无辜的双眼，很是真诚的解释夫君不明妾身的苦心。我见如烟妹妹一身白衣，应该尚在校期，可唯独耳畔缀着红艳艳的玛瑙羽里，不服。妾身想着应该是妹妹疏忽了，或是妆瞎有缺。我身上所配首饰过分明艳，只得特地寻了示意道。而当赏他已做周全，夫君请放心，我婢女跟我许久，受赏颇多，所以这珍珠儿当也不是凡品一副的价值，可顶妹妹全身呢。看着二人哼哧哼哧说不出话，我笑得越发灿烂。柳家校期早就过了，她穿白衣无非是为了体现身姿倩烟，顺便也让萧少卿的爱怜之心不断，但他们此时无法辨明非夫家校，那便是福国校当今圣上好好的，那可是大逆不道，他们不敢。萧少卿强撑起一个笑，揽过我的肩膀，还是芸娘处事妥帖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要去给母亲请安呢。看我点点头，顺从的跟着离去。两人暗自松了一口气，我却突然回首，状如柳如烟极恨，不忿的眸中挑了挑眉，巧笑，倩夫君，听闻妹妹以往住在母亲院中，既然如今跟了夫君，自当早日在咱们院中寻个住所。我初来乍到，对府内事宜并不熟悉，还是夫君定下为宜，妹妹也好早点安置歇息。萧少卿在侧颤了颤，咬咬牙道，那就与竹青吧。我应下，心中却哑然。这与竹青位于西北方，毗邻角门，是整个侯府最偏僻荒芜的地方。前世萧少卿可没让他住这里，看来事态的发展
还真会随我的态度而改变。此时，身后的柳如烟再也忍不住低头哭出了声。失业前有小厮说，萧少卿今晚留宿书房后，有婢女东蕊低声回禀奴婢，查明侯爷偷偷走小路，去了后院的西北方向。小姐，我们可要我坐在梳妆台前，看着镜中娇颜勾起一抹嘲讽的笑，定是心上人白日受屈，夜里抓紧去好生安慰呢。镜中人摇了摇头，无妨伺候我梳洗吧。其中丫鬟忙碌起来，待东蕊给我卸完钗环，我递给她一个锦和金镶琥珀耳坠，拿这个换你的珍珠儿，当你可愿意，这个才是我前世送给柳如烟的见面礼，可比珍珠儿当贵重100倍。东蕊双手接过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多谢小姐，小姐对我可真好。我也被传染的弯起了眉眼。我家状丰厚，这些俗物对我来说已是寻常，可我此生再也不愿拿出1里1毫去养白眼狼。前世柳如烟被我碰见，熬夜点灯绣，帕子才得知她囊中羞涩，只能靠卖绣帕添点收入。之前她跟婆母住一处时，无需费心打脸下人，可做了萧少卿的妾室之后，人情往来都要靠自己。侯府开销又大，她因家中被抄，被侯府收留时，已经身无分文，没有嫁妆，更没有私产铺子源源不断的收益，加上萧少卿也不给她赏赐，所以每月的月例银子根本不够用。我便次次拦下，替她卖帕子的下人翻数倍高价收购，并嘱咐不许说漏嘴。现在想来，把银钱省下来，花在真心待我的人身上，岂不更值当？第2日清晨，我直接带人去了雨竹青，因着萧少卿偷摸来此，所以并未带小厮，也就无人通传。我立在落叶满布的院中，隔着薄透的青纱窗，就隐约看到房内人刚起有如烟味。萧少卿穿衣穿着，就从身后直接抱了上去，语带哽咽，亲哥哥，我居住在如此破旧的院落，哪为你还愿来陪我？萧少卿转身捏了捏他的鼻尖，我心中有你，自然愿和你在一起。没得到满意的答复，有如烟顿了顿，埋到男人胸前，你既心中有我，那还为何让我住在这么偏僻冷清的地方？我以后想见你一面都要走好久。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我刚来的时候，到处都是尘土蛛网，我打扫了许久才能勉强住人。萧少卿宠溺地将他揽在怀里，深情解释，昨日夫人刁难于你，定是你表现得太显眼了，惹了他厌烦。若我不表现得极其不喜，你那女人蹙起来，你以后岂不是有吃不尽的苦头？我这是为你好女人抬起头来，泪眼朦胧，亲哥哥，你为何如此忌惮她？她不过就是一介太傅府的庶女，你个星号，她虽是庶女，却自小养在嫡母名下，与当今皇后关系极好。侯府想要崛起，还得依仗她的这层关系，自然要小心应对。真话刺耳，却也刺得我越发清醒。当初父亲之所以没有拒绝他的求娶，是因为萧少卿出身宣平侯府老侯爷过世的早，婆母独自将他抚养长大，刚一籍贯变成了爵位，成为了当朝最年轻的小侯爷，配我这个太傅府的庶女绰绰有余，或者说是我高攀。但现在细想来，他实则是看中我属出身份好拿捏，看中我予以当皇后的理解关系亲近。宣平侯这几代子嗣少分支也薄弱，朝中无人势力渐微，皇室中无合适的适龄少女，所以他只能通过求娶我与皇上做成联姻来获得重用机会。前世自以为情投意合的我，刚一成婚便进宫求了嫡姐，为他谋了一个掌实权的官职。当今圣上爱重皇后这等小事，自然应允这一事啊。房内两人仍在腻腻歪歪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移情，你要相信我对你的心，我们可是有着多年的情分，若不是他的家事，我看都不会看他一眼。还记得我曾给你传的书信吗？天不老，情难绝。柳如烟破涕为笑，紧跟着与之异口同声道，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。萧少卿点点头，对你懂我的心就好，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一点，等以后我必将欠你的千倍万倍，还给你。我听后连连冷笑，想得倒挺美，还千倍万倍，那也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机会。柳如烟娇羞的了一声，蹲下身伺候男人穿上鞋靴，已然做好了心甘情愿吃苦的准备。萧少卿很满意他的态度，捏了捏他的脸颊，扬着笑，转身推开了门，正撞上院内带着一众下人的我云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萧少卿的笑僵在脸上，掩住不住的震颤，我假装什么没听见，脸上因笑意不变，关切到昨日如烟妹妹奉热茶静默，我竟没发觉她指尖烫起了，泡回去之后还是婢女跟我说，才得知心中难掩愧疚，到底是我疏忽了，定是下人上错了茶，令妹妹受此苦楚，如此行事不周的下人可留不得，所以我就特地早早赶来给妹妹换更贴心的下人，免得日后再出现此类情况。说着，我指了指身后眼观鼻鼻关心垂手不语的下人们，他见状这才慢慢放下心来，抬手擦了擦额角并不存在的汗珠。这倒不用他，我打断他的话，夫君可也是来心疼妹妹的。萧少卿连连否定，不是我，只是晨起散步途经此处，说着便做无事状往外走去。对了，夫君，我那里有宫中赏的烫伤药，
保证妹妹用上好的，快不留疤痕。我试图喊住他，可他头也不回，用不着那点小伤，自行愈合便可。他身份卑贱，怎配用那等好东西？余光察觉到，有如烟眼中的光顿时暗了下去。我离窝健身高声道，那边听夫君的没了。萧少卿阻拦下人，还是安插到了柳如烟院中。回来之后，东蕊不解发问，夫人特地为您挑的忠心陪嫁奴仆，您怎给了他？我翻着手中账本，头也没抬，正是因为忠心，所以才放心送到柳如烟身边为我做事。至于咱们这边有钱有手段，有你调教，还怕缺了忠心的吗？况且柳如烟再蠢，也不会用我送去的人当贴身丫鬟，所以他们不会跟着他一起吃苦，拿着月钱还清闲，不做事卖身契在我手中，柳如烟还发落不得，自是个好去处。早上这番动作，我又是亲自去看望小妾，又是送人，又是送药传扬出去，最后让我落了个心慈面善的好名声。萧少卿许是怕我生出疑心，此后一段时日都没再去往柳如烟那处，反而日日来我房中与我痴缠，我一时不拒绝，毕竟想要在这侯府反客为主，我急需一个子嗣。可怜柳如烟因着没有恩宠下人，也不拿他当回事儿。线头未剪的成衣，众人挑剩下的香囊，甚至顿顿餐食都是冷透的。除了主子身边的贴身丫鬟，院内其他下人都是去吃大锅饭，倒也不受影响，只有柳如烟贴身丫鬟紫英跟着吃苦。他曾质问过送东西的下人，反被理直气壮的嘲讽一番，也怪不得咱们沈让燕姨娘的院子最远呢，饭菜冷掉不也正常，就是不仅不感谢我们多走这么多路，反倒埋怨上了。有这功夫，还不如多想想怎么讨得侯爷欢心，只把主仆二人气够呛。柳如烟生完气，安插在他身边的下人便提前告知，说他要来寻我前世，他也是来求我做主。我当时听后震怒，问责了相应下人罚扣月钱，引得下人们对我怨声载道。反倒是柳如烟不仅恢复了正常待遇，甚至得了我的补贴，吃得堪比我这个正室。这一事我可不会再好心出手。得知柳如烟起身前往，我便派人去邀了萧少卿。他到时我们正吃着晚饭，他耸耸鼻子瞥了眼餐桌，偷偷将口水咽下，开始哭诉：亲哥哥，你是不知道那群下人处处刁难我，每日送来的饭菜都是冷掉的，明明是青菜厚厚的猪油凝在上头，那冷掉的鸭汤也腥气无比，根本无法下咽。呜呜，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萧少卿去了去，我的脸色见我不为所动，只得主动发问：芸娘啊，此事你如何看待？我盛力盏着腾腾的纯菜豆腐汤，递给他一副谦顺贤淑的模样。妹妹是夫君的人，我自然一切听夫君的。他嘴角一抽，只得继续扮演起他的角色，对着柳如烟厉声道：有菜有肉，已胜寻常人家100倍。你还在这儿挑三拣四，实在不知好歹。你看我与夫人所食，不也清淡简单？我近几日胃口不佳，厨房便特地做了爽口的蟹，此时恰好被萧少卿拿来做比对。柳如烟抽抽搭搭的，还想辩解几句，可撞上男人那暗含警告的眼神，他只得强忍泪水委屈，俯身告辞，打发走了柳如烟。萧少卿的视线恋恋不舍地从他背影上收回，一转头见我满含深意地望着他，立马堆起讨好的笑，给我夹了一筷子鱼尾肉。芸娘来，别被无关之人搅扰了。我们尽善饭毕，萧少卿凑近我身边，气情爱爱地开了口：芸娘听闻你今日入了宫，可是见到皇后娘娘了，那我的官职一事不怪她，即她虽成爵已久，但一直未能入朝为官，真是贤人一枚。照此发展下去，不仅逐渐落于世家之末，恐怕最后连世人都要忘记宣平侯府的存在。前世我央着嫡姐，让他进了督察院，虽品阶不高，但可监察弹劾百官，能得皇上重用。果然没多长时日，他就在齐王谋逆事件中建功立业，擢升为左副都御史，前途无量。这一辈子我入宫可不是为了给他求官去的，而是为了自己上一世的我因难产而死，这成了我重生以来一直纠结在心头的疙瘩。我不能没有亲生子嗣，可是我怕，所以我特地求了皇后娘娘，让她赐我一位经验丰富的嬷嬷。宫中阉扎手段远胜宫外，给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嬷嬷更能助我孕产，全程顺利。至于萧少卿，也是到最后才顺嘴提了一句，让皇后娘娘随便给他寻个清闲差事。我浅啜了口清茶，在他期盼的注视下，不紧不慢开了口：夫君，你且等着好消息吧。萧少卿眼睛蹭得变亮，云阳可是定下了，能否透露1、2红炉寺夫君可满意？官也分高低贵贱，也分实权无权。理解远了，萧少卿进红炉寺专管涉外事务，虽听起来好听，但却比督察院差远了，位不高，权不中。不过对没做过官的萧少卿来说，能够入朝已是十分满足。果然，他闻言满脸喜色，掩饰不住芸娘能够娶到你，果真是我的大幸事。说着，他搓了搓手，这样，我先去书房准备准备你今晚早点安息。我点点头，望着他兴高采烈远去的背影，突觉腹内一阵翻涌，
竟将刚刚入口的食物尽数吐了出来。第二日晨起，我一时懒懒的，房内丫鬟想找法给我逗乐，我却始终提不起兴趣。东蕊匆匆从外面赶来，凑到我耳边，小姐，我这里有一桩趣事，您可想听听？说着朝西北方向努了努嘴讲吧。我斜靠在软榻上，取了丝帕蒙住眼，挡住透进来的耀目天光。昨夜侯爷回到书房后，不久偷偷派贴身小厮给燕阴阳送了个物件，您可知道是什么糕点燕窝或者是新茶？叫心上人哭诉了这么久，他人前不理，事后总得弥补一番吧？都不是，是一封书信谱。我一下子没忍住，轻笑出声，一将面上的丝帕吹落，睁开眼来了兴致。那柳如烟看了是什么反应？据咱们的人说，燕姨娘看完，将信贴在胸口贴了好久，还抑制不住的傻笑。今早上面对冷粥都不再挑剔，吃的可认真了。小姐，您说侯爷用的墨是掺了药汁吗？竟能让人甘愿吃苦？萧少卿的墨掺没掺药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柳如烟病了，还病得不轻。一个男人实质性的付出都没有光嘴上说说，他便奉为良药，死心塌地拿情爱当饭吃，注定饿死婆母上山礼佛半月，在他儿子任职前日赶了回来。萧少卿携我一同去请安，先是他们娘俩热切问好了一番，紧接着婆母捻着佛珠，冷着脸，半垂眼眸瞥向我。听闻这段时间，少卿只要去后院，都是往你房中成婚3个月，肚子没动静不说，还霸着男人不撒手。身为正室，岂能心胸狭隘，独占恩宠？这是替他表侄女鸣不平呢。毕竟他拿柳如烟当儿媳，自小照看大自然，非我这个外人能比的。萧少卿在一旁端起茶盏，假意喝茶，恨不得就着这个由头，能光明正大的频繁出入柳如烟房中。我也不恼府下申请罪，是儿媳考虑欠嫁了。婆母对我的乖顺还算满意，嘴角施舍出一抹笑。既如此，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儿媳知道萧少卿还在昂头喝茶，此刻却不由自主的顿住，竖起耳朵等我接下来的话，我岂能负他期望？轻笑一声，朝屋外招了招手夫君房内空缺，除我之外就是不得夫君欢心的燕姨娘。于是我特地寻了一位良家美妾，望能为夫君排遣1、2。言语间，一位身姿窈窕的貌美女子含羞带怯的进了屋内，礼仪周全的给众人请安问好。你婆母把佛珠重重的往桌上一拍，咬着牙刚要发火，我却打断她，给她拍着胸口，惶恐发问。可是赵熙做错了什么？萧少卿替他母亲回答了，我没做错。芸娘此举甚是体贴，嘴上夸着我眼，却一刻不曾从貌美女子身上移开，笑意荡漾。我心底冷笑，不愧是前世病。萧少卿神魂颠倒的容阴阳方羽绒前世就是入了萧少卿房中，不过那时的他身为青楼花魁，已被千人尝过朱唇后，被一介小官赎身贿赂给了萧少卿此生，抢先一步找到他，高价赎他出来。他作为即将被拍卖出夜的清官，对我就踏出火海，并安置他为侯爷妾室，自是十分感激。更何况方羽绒没想到侯爷如此年轻英俊，笑意更深迷。这萧少卿忍不住揽过他的腰，急不可耐地跟婆母请辞。手下婆母胸口起伏力度更大，却也没法开口阻拦，我跟着一同离去。走至门外，萧少卿才发觉还有我这个人云。我刚出上任，定是事务繁忙，就不日日去你房中了，等我得了空再去寻你。我手附上小腹，但效应好，也不必再来寻我了。有了子嗣，我还用得着你我怀有身孕，除了身边亲近几人好。狼人并不知晓前世难产，我越想越不对劲。产婆摸着胎儿位置正常，体型也不大，怎就难产了呢？莫非？所以这次我必然要小心万分。幸好萧少卿对方羽绒沟的流连痴迷不在，再来骚扰我，能让我静心养胎。方羽龙在红尘中浸淫已久，又得老鸨精心调教，床事花样懂得多，没有男人能逃得过萧少卿职务清闲。从宫中早早回来，便钻进他房中乱，还有事务未办完，便叫了方羽龙去往书房。红袖添香，环境一变，两人办起那事来更的趣味事。时间容易扬风头5两，我能坐得住，可有的人就坐不住了。被忘在脑后的柳如烟日子更不好过，可她痛苦的不是处境更糟，而是害怕她内心上人变了，情意变，用鲜血染了银丝线，连夜在素画上绣了2句诗，派贴身丫鬟子英给萧少卿送了去。正巧萧少卿对方羽绒的新鲜感有所减退，见此勾起了心底那一抹昔日烟情，便又去了柳如烟房中。几日，方羽龙立马痴缠着争宠。萧少卿为了安抚流水般的赏赐，送到他房中实心的琉璃簪，少有的种连林心裂的鹿肉，除了我的那一份身下通通都给了方羽龙，反倒是辛苦伺候的柳如烟丝毫未得，他也不愿晨起伺候萧少卿穿衣时情深意重道。我得了亲哥哥的心，就以满足那些俗亲，能和我们2人的心一比。十分感动的萧少卿在他额头落下一吻如烟，只有你懂我，转眼就将外邦使者赠的水银镜送到了方羽龙和我房中。你看他明明知道如何疼爱一个人，可他
他不愿不肯，那这份只在口头上的爱到底是不是真爱呢？在我派人有意透露之下，方雨龙得知萧少卿会偷着去寻柳如烟，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于是在我赴宴归来的时候，就被也匆匆请到了方雨龙。院中女人浑身湿透，正披着棉被，指着柳如烟哭诉，侯爷，就是他把我推到湖中的，我的婢女可以作证，并是他嫉妒我得了恩宠，于是趁着夫人不在府中想要不害死我。说完又垂手呜呜的哭出声。我一个眼刀飞过去像什么样子，还不快让丫鬟们给你更衣？如此这般是想要糟蹋自己身子不成方？玉容抽抽搭搭，我也不想糟蹋自己身子，我就是想让侯爷和夫人看看这个女人是多么的歹毒。说罢才肯被丫鬟簇拥着转身入了卧房。我望向坐于上首的萧少卿，他把这折扇脸色阴晴不定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侯爷，此时您看他回过神来，深呼吸后，朝着堂下跪着的女子发问，柳氏，你可有什么想说的？恍恍惚惚的，柳如烟被喝醒，呆愣愣的开口，我没有做如烟。300口莫辩，望卿哥哥明察。我瞅见萧少卿额角的青筋登起，良久，他咬牙切齿道，就是说你拿不出证据，证明你没推他。他如此污蔑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看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柳如烟，萧少卿又忍不住深吸一口气。就在此时，一女子扑通一声跪子，在柳如烟身侧是她的贴身丫鬟紫英容姨娘，寻了借口将我支开，只留姨娘一个人。当时情况如何？除了他们3人，谁也不知。侯爷，您是知道姨娘的，她不争不抢，为何又要冒着风险看容姨娘呢？依奴婢捉见，恐怕是容姨娘自己跳湖，让她的丫鬟做假证，以此来陷害姨娘。望侯爷不要仅凭一家之言就定罪，思路清晰，牙尖嘴利是个各有勇谋的丫鬟。我难得正眼看向这个紫英。柳如烟拼命的点头应和，这话仿佛说进了萧少卿心里，他轻声道，我知道如烟为人，他不会做出这种事的，依你所说容易，阴阳用苦肉计也不无可能，没有这种可能。方雨荣先连而入，气哼哼的冲到萧少卿身前，拿起他的手往他的小腹探去。我也怀有身孕，岂会拿侯爷的骨肉以身犯险？柳如烟被关了，禁足被捅，拖走的时候还在喃喃自语，亲哥哥，你该信我的前世也有这么一出，只不过那次我伸出援手，耗费心力彻查此事，还了柳如烟清白与自由。可这次我不打算再插手了，乐得清闲不好吗？只剩爱寻根究底的东蕊时不时在我耳边念叨几句，侯爷又偷偷去看叶姨娘了，俩人紧紧抱在一起，一个念叨着时间会还你清白，我这是在保护你，一个感动的泪眼汪汪，说我知道你信我，明明是侯爷亲口让叶姨娘禁足的，他还这般样子，有这功夫赶紧派人查明真相啊。我听后摇了摇头，一个敢说，一个敢信，身为男人，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还算得上什么男人？他因为救我的母家权势，又为了提防方雨龙的下作手段，便将所爱之人摒弃到尘埃里，一丝尊重都不愿给，还美其名曰保护。这般不愿光明正大的爱，恐怕也就蒙骗柳如烟那个蠢女人。又或者说，这正是因为柳如烟的死心塌地，他才敢拿她当玩物般糟践。等前世我死后，他立马将柳如烟高高奉起，于是他又沉浸在这份自以为是的深情中，人便又成了彰显真爱的牌匾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看叶姨娘那不争气的样子，也不像是做这种事的人，难不成真的是容姨娘自导自演？我翻了页书卷，眼都没抬，会险中求不是吗？东蕊凑近，又紧接着问上一句，那容姨娘怀有身孕，小姐您就不怕什么？她生不下来的前世方雨荣也有过一个孩子，可因她在青楼自小吃了太多秘药参，子糟蹋的不中用了，腹中她又没坚持多久，便化作一滩血水流了出来。况且就算福大命大，能生下来也不过是一个数字，影响不了我腹中孩子的位置小。少卿去看了2次，柳如烟就再没去过方雨荣那处，他也去的少了，可能是顾虑到他怀有身孕，正在与之肆意玩乐。后来听前院小厮的回禀萧少卿，近日常跟随同僚去往烟花柳巷之地，应该是在那里又得新欢，我也不曾去劝诫婆母，又被气得上山常住礼佛家，上隆东江知府中事宜繁多，我可是忙得很呢。忙到没空理会禁足的柳如烟，他院中的下人早在禁足之初便抽调了回来，整个雨竹青只剩了他和紫英反，没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不说，还面临缺衣少炭食不果腹的困境。主仆2人整日饥寒交迫，辛苦劳作，我只假装不知。可即便如此，柳如烟仍没想过自己起去查明真相，洗刷掉冤屈，似那吐丝花般奢望着他的真爱终会将他拯救。后来他俩实在挨不下去，又如前世一般夜以继日的绣帕子，指望偷偷拿出去卖掉换取银两改善境况，可没了我高价收购，他俩冻得红肿的手绣出来歪歪扭扭的绣帕，根本没什么销路，白白辛苦一场。到了最后因炭火不足，门窗漏风，再加上与竹青地处偏僻，
堤岸潮湿不久，主仆二人就得了风湿之痛，夜夜难熬，声声哀呼，也不知道萧少卿知不知晓，反正他始终无动于衷。现在想来，前世萧少卿为了向我表忠心，变本加厉的欺虐柳如烟，崔十一仗着我在托底，有了第一次，我伸出援手之后，他便知道了我的好心，并不会让他的所爱之人受太多苦，可若没有了我，他就会切实去减轻对方的苦难吗？恐怕也不尽然。没过多少时日，方雨荣却突然来寻我，他跪在堂中，深深恳切，借这条贱命是夫人所救。这初中孩子自然也归夫人，且出身卑微，孩子留我身边，怕误了品性，糟蹋了侯爷血脉。寄希望待孩子出生后能够抱到您身边，养育望夫人成全我，将茶盏轻轻放下，笑容不变他，即脱身到你肚子里，那便是与你有缘，我怎能夺人所爱我？看你是孕中多思，且放宽心，好好养胎夫人。方雨荣还想说什么，却被东蕊打断。荣姨娘夫人刚见完个铺子庄的管事，很是疲累，要歇息了。他闻言止住话头，自知再出言恳求恐我会引我不满，便强颜欢笑行礼请辞。看他失魂落魄的离去，东蕊很是不解，荣姨娘也太胆小了吧，孩子还没出生呢，就怕自己教养不好。我长叹一声，也是慈母心怀方雨荣，这既是在寻保护伞，也是为他孩子某个锦绣前程。他不知唯一有孕在身，若我应下子，会护他顺利生产，带着孩子抱到我名下，受主母教养，长大出去后也会被高看一眼。东吕青哦一声嘟了嘟嘴，也不知道他在怕什么。侯爷明明那么宠爱他，看他头上那硕大的夜明珠，万间杨绿鲜亮的绞丝镯，更别提身上的幻花锦衣匹，更是千金之数。我看穿戴都跟小姐差，不会等他说完，陈嬷嬷突然开口，语气急迫，夫人以后离他远点。我望方向，他那凝重的眼神，当即察觉出不对劲。可是陈嬷嬷郑重地点了点头，她身上配的香囊里含有通寒草，通寒草源自西南苗疆，气味清澈幽香，可是却有活血之效。若有孕之身，闻久了不是小产，便是难产。我曾伺候顺太平的时候见识过此物，后面他再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，浑身止不住的发冷颤抖，头脑嗡嗡作响。香囊通寒草，活血难产。前世萧少卿曾亲手给我配上一个香囊，味道跟方雨荣身上的一样，他说这是送我的随身信物，望我实事，不要忘却他对我的情谊，我便日日佩戴，片刻未摘却没想到那里有猫腻。陈嬷嬷和东蕊见我状态不对，赶紧来扶我，怪老奴多嘴吓着夫人了，小姐，您没有香囊，您别怕。我紧紧把住他俩的手背，嘴唇哆嗦的说不出话来，两行淌泪顺着腮旁不断滴落，铺天盖地的仇恨将我整个人席卷。原来前世我的死是人类的，我的夫君是孩子的父亲，亲手杀了我俩，我曾以为他只是无情无义，却没想到他比我想的还要禽兽不如，心狠手辣，他是恶魔。休养了几日，我的心头无比澄明，重生回来，我虽恨萧少卿玩弄我，但并未想过要取他性命，只是要他不好过。可现在看来，这人是留不得了。正巧的是，在我称病的这段时间，府中出了个阴姨娘媛，是柳如烟的丫鬟。子英再也不想跟着吃苦，便贿赂看守的小厮，偷偷从雨竹青跑出来，爬上了萧少卿的床。他样貌姣好，又善于做小伏低，乖巧可人，萧少卿自然来者不拒。这样雨竹青只剩柳如烟一人，他守着待打扫的房屋，大堆脏掉的衣物，苦苦等着子英回来。他不知道曾经甘心为他当牛做马的子英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可我却去了。我到时就见柳如烟单手托腮，坐在院内唯一有阳光的地方，望天发正还穿一身白衣呢，怪不得子英哭诉天天有洗不完的衣服，身处破院没人伺候，有些事便要自己亲自去做。普通衣服尚且容易脏染白衣，岂不更甚也是难为子英了。柳如烟听到声响，头也不回就叫道子。子英府中没有子英了，只有英明娘。柳如烟没想到是我，恍然转头呆了呆，方才起身行礼，可似是关节风湿痛，动作缓慢又迟钝。夫人，您说什么？妾没听明白。此时东磊已经给我抬来椅子，垫好厚实的软垫，我被他轻扶坐下后方才开口，妹妹没听明白吗？我们啊，又多了一位妹妹呢。他后退几小步，不敢置信，低声碎碎道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他明明说是要去拼死求情，怎么会？而且亲哥哥那么爱我，又怎会说我身边的人呢？这中间一定有鬼，一定哪里出了错。我轻笑一声，能有什么鬼？无非就是郎有情，妾有意自，自然好事成双。不可能，亲哥哥那么爱我，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他和我说过天不老，情难绝，心有双丝网，终有千千结。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有如烟强人眼中泪水生，撕力竭的反驳我，神情如癫如狂。我不恼，可东蕊却不服气，他给我系好厚厚的雪狐大氅，换好天炭的手炉，翻了个白眼，嘲讽道，是你亲哥哥最爱你，所以会让你住最破的地方最爱你，所以进米族让你吃馊饭最爱你，所以棉花素柳吃香喝辣，
丝毫想不起你这个曾经的未婚妻，原来这就是爱啊。那我家小姐可不能被侯爷爱上一点，毕竟我家小姐还想进荣华富贵呢。柳如烟的泪终于流了下来，抽噎着反驳，你懂什么他？真的是看你家小姐有个皇后姐姐，不敢得罪东蕊，点点头。哦，我家小姐有个皇后姐姐，难不成龙阴阳也有吗？阴阳也有吗？他们吃的穿的可不比我家小姐差，也就只有你过得连个最星号的马夫都不如，还搁这儿感动呢。你都被他撵进泥里了，你还舔舔他的鞋底说感谢恩赐，我看你比街上吃啥还要纯上千倍百倍。眼看东蕊言语越发无状，我出言阻拦，喝令他退下。柳如烟被说的木然呆住，过了许久才回神，伏倒在地嚎啕大哭。我起身上前俯视，几近崩溃的他。对了，我查到了件事，想必妹妹也很感兴趣。据我所知，柳郡守当初落罪最关键的一条罪证，可是宣平侯府呈上去的。他茫然的抬眼看我摸过，装死机一片不可能，亲哥哥怎么会背叛我呢？怎么会害得我家破人亡呢？我们明明，我冷哼一声，抬头望向虚空，怎么不会把你踢开才能？能跟皇后的娘家结亲，然后再假装好意将你收留，贤妻美妾一箭双雕，岂不妙哉？说完便转身欲离去，可突然听到咚的一声，柳如烟在我身后重重磕了个头，然后撑起身子细飞行到我面前，跪在我的脚下，血液混着，泪水缓缓流下。他双目鲜红，眼神悲怆，绝望惨然一笑，夫人，求您疼我，胎儿已满4个月，眼看小腹慢慢隆起，我自知不能再瞒了，便主动去询问萧少卿。他听闻我有身孕后，先是一怔，再是嘴角强勾起一抹笑，这可真是大喜事啊。我故作对他眼中的忧虑不察，清除小腹镜子，笑得满足是那婆婆，父母总是催着小世子，这下可真的来了。听到小世子3个字，他的眉心又是一跳，他不想活府落道，不爱女人所生的孩子手中芸娘，怎知是男孩呢？无论男孩女孩，我都喜欢，深夜是这样想的。这有了孩子，方知父母苦心，所以近几日颇想母亲。恰逢年关已过，府中无事，夫君可允了。我回娘家暂住些时日，他自知无法拒绝，只得应好回到太傅府，得到母亲照应。我终于松了口气，正式过上了安心养胎的生活。我这边风平浪静，可侯府却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临行前，我借口萧少卿身边确认照顾，将柳如烟放了出来，萧少卿自然答应，久别胜新婚，加上柳如烟曲意逢迎，两人过得那叫一个如胶似漆如，无烟也不再执着。白衣嫩黄浅绿，藕粉杏红什么意思？鲜亮穿什么用上？我特地送他的胭脂水粉盛装打扮起来，让真爱他的萧少卿简直移不开眼，就是方雨荣，孩子还是没了。虽然他在我的提醒下早已没再佩戴香囊，可因他的身子胎儿到底没留住剩下的子婴，他遇到前主子尴尬，也事事回避，不与争锋，一时之间有留烟独享萧少卿的恩宠。每当下人来汇报侯府近况的时候，最后总会有一句，那香烟姨娘一直燃着。侯爷很是喜欢，过了一段时日，见我还未回侯府消手，少卿便来催过我几次，但既然我出来了，岂会再回到恶狼身侧？他见叫不动我，便又派了柳如烟来。他并未请我回去，而是低眉顺眼的说着府内近况，这又我得知的大差不差，聊了没几句，便说到内香。我将旁逸斜出的花枝咔嚓一声剪掉，漫不经心的提醒他，你自己别忘了按时吃解药。他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，我死里逃生，仇还没报，自然是惜命的。我轻瞥了他一眼，长进的倒是挺快，果然天真，熬不过苦难眼道。最后，柳如烟呈上一枚眼熟的香囊，这是侯爷命妾特地来送给夫人的。侯爷说，此物犹如他的希望夫人日日随身佩戴，时时不要忘却他对您的情谊。心头强烈的恨意再次涌上，我攥紧拳头又来了。他再一次举起了屠刀，见我不语，柳如烟反常的也没再多言，信物送到哪，妾身就告辞了。我轻恩一声没挽留，可他行至门槛处，突然转身，扑通跪下，低着头，什么都没说，良久才咬了咬牙，下定决心道，夫人，这个香囊您不能带。我笑了笑，我知道他猛然抬头撞入我洞悉一切的眸中，您都知道了。我将胶囊扔进火盆，任由火舌将那精致刺绣所吞噬。那香既然侯爷喜欢，就多点依注吧。烟雾腾然而起，我垂下了眸子，到时候了，孩子还有几个月就要出生到，有时可不能让他背上克夫的罪名。初夏将至之际，年纪轻轻的宣平侯却猝然离世，经太医检验后，判定是死于马上风，死在他最爱的女人身上，死在他们最浓情蜜意的时刻。我回侯府主持大局，率先回去的东蕊见到我，赶紧上来搀扶，低声在外耳边交代，都处理干净了。我微不可闻的点点头，紧接着嚎哭一声，护着大肚子扑倒在棺木前，侯爷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可怜我和腹中胎儿，从今以后可该怎么过呀？哭得捶心泣血，
触目惊心。他帮人看了私下议论，更甚说，宣平侯刚成婚1年就死在了小妾的肚皮上，看起来像是梁上君子，背地里竟是个好女色的，实在人不可貌相，只是苦了对他一腔深情的侯夫人要辛苦，独自抚养一父子。我刚哭了2句，就听到院外闹了起来，是婆母的咒骂声，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，我可真是养了一匹白眼狼，枉费我对你那么好，少卿那么中意你，结果就是你这个贱皮子把他的命给勾走了，被他撕扯着。柳如烟任由打骂，垂手不言不语让，看不清表情，我端着痛哭流涕的哀容模样出去劝解。见到我伯母又调转矛头，你身为侯府主母，不好好照顾夫君，整日待在娘家，少卿的死你也该负责说。这竟上手推了我一把，虽有冬梅挡在我前面，并未碰到我分毫，我却感觉肚皮一紧，一股热流自下方涌出。东蕊陈嬷嬷，我好像发动了。我在一片混乱中顺利诞下孩刚，一出生，宫中来人便宣了册封圣旨，封我为一品诰命夫人，孩儿也直接袭成爵位，成为当朝最小的侯爷。没有人对此有异议，唯独只有婆母，对世人说是意图谋杀亲生孙儿本。就哀伤过度的他，听闻后妻急宫心中了风，没多久便撒手人寰。但一切都尘埃落定，子婴前来请罪。子婴先前叛主潘府是为背信弃义，今日特地来请罪，望夫人饶过我。是以东蕊扶起他心大并不是坏事，但也该罚上一罚，就罚你去我新开的铺子当个掌柜，你可责任。子婴喜劲气不住的磕头，奴婢愿意，十分愿意谢夫人恩典。我曾查过，他的本家原是做香料生意，后来父亲是赌，就将铺子赔了出去，在他未被卖身之前，便以协助父母经营良久，有一定的经商头脑，与其留在府中蒙尘，还不如放手任他打拼。与之相反的是方雨龙，他生怕我放他出去哭得凄惨。九夫人不要赶我走，我颠沛流离了半生，好不容易来了，侯府享福，我可不想辛苦半分。我被他逗笑应了声好，他历经不易，好不容易得了安稳，那我便养他一生。不过顺手的是，柳如烟是最后来的，他又露着一身白衣，宛若初见。这是为你表姑守孝呢，还是为你的亲哥哥？他缓缓跪下，眼神中透着冷静与漠然，都不是为了祭奠我那往父的情爱夫人，给了他2点戒，也想求上一求夫人放弃出去。我从摇篮中抬头，饶有趣味地看向他为何留在侯府。不好吧，家没了，爱人也死了，仇已报，爱已消，世间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留恋的了，我或许该出去走走，找人来这一遭的意义。我允了他。柳如烟拿着我给他的盘缠，天高海阔，继续寻自己的自由与追求。东蕊在他走后忍不住发问，小姐，您当初并没有查验姨娘母家落罪之事，您如何知道是侯爷提供了罪证呢？有没有知不知已经无所谓了，反正他信的不是吗？说到底，柳如烟也是个可怜人，他虽宠坏，但也不是十恶不赦。他肯成为我的刀，那我自会给他一条生路，为自己积德。若他不肯，恐怕现在已经是和萧少卿一样的下场。烟风阵阵，日光和煦，我低头轻轻吻上孩恬静的睡颜。前世之仇已报，今生阻碍已除历劫，新生恩怨两清，属于我们的好日子